董事长、执行长，大家好，然后以及2位优秀的讲者，在你们后面真的压力蛮大的哦。那我想在我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下我过去3个月的生活好了，因为真的，ChatGPT 11月30号出现，去年，那出来之后大概过2-3天后，我就开始用，那个真的我的感受很简单，就是很震撼，真的非常震撼。因为我原本以为类似的技术还要3年的时间，大概在2025年会出现，没想到 OpenAI 把这件事情提前了3年，所以就哇，就是废寝忘食，就一直在玩这个东西。刚刚宝博士有讲到养小鬼，我其实养了10几只的 ChatGPT， 一直留在那边，而且不断的训练他们。那有时候这些小鬼会那 OpenAI 宕机嘛，就那个对话就不见，那真的很伤，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跟他们培养很多感情哦。那我拿他们来做什么呢？就是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啦。第一个就是拿来开玩笑、乱讲话，塞各种垃圾给他，看他会变怎么样的。那第二个就是我把它用在实际的用途，像是翻译，像是摘要我的公司内部的备忘录，或者是给我一些程式的建议，甚至于是演讲的建议，这样子摘要一些大纲给我，这样，所以我都把它训练成不同的对话框在左边一大堆，所以现在已经更多了，大概有20几只了。那每天就再喂一下这样子，就跟这个概念真的一模一样。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已经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起点了，就是跟宝博士讲的一样，奇异的奇。那2023年很有可能真的是，如果我们在10年后回头看的话，可能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诞生的起点。那很多破坏式的创新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我们虽然今天可能主要在讲 AIGC 生成内容，可是如果你看到更多领域 AI 的应用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他们已经用科学的研究方式，其实已经被改变了。刚才蔡执行长有提到，就是说AI 被用在蛋白质折叠这边，这个是人类史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寻找一个可用的蛋白质是一个将近60年的生物化学上的一个难题，但是 DeepMind 它预测出来2亿多种蛋白质，比人类有史以来只完成了几十万种的蛋白质多上1000倍以上，然后大家再去从这边挑出一些可用的蛋白质来做实验，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有点倒过来，是 AI 先产生出来一些结果，我们再去推敲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其实科学的进程也被改变了。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多时间，但是也是在过去几个月我经历到了，因为过去3个月的时间，我一起床就是看刚刚出现了什么论文，然后几家 Big Tech 公司发了什么新闻。现在是几个哥吉拉那些大怪兽，还有咸蛋超人在那边互殴，那我们这些市民真的只能在旁边看，然后不要被他们踩到，我会被他尾巴甩到。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现在包括因为我站在一个中小企业的角度，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我记得跟蛮多朋友在讲，我说这个海啸来这一段时间尤其又这么快，那大家既然跟不上怎么办？2种策略，海啸来就2种策略嘛。第一个就是你去冲浪，你就站在海啸上，那我很努力做这件事情，我跟着每天的进度，日更，每天就在更新这些最新的进度。再来就是第二个，躺平。不是，我是说真的，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我觉得躺平是对的，不是长期是对的，我要讲清楚，短期躺平这个是一个战略，为什么？因为海啸过后，你只要没有死掉，地上会有很多海鲜，你可以直接捡起来吃，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 ChatGPT 出现之后，我就说这一波真的不得了，因为艾卡拉本身是提供数位转型的服务给我们的企业客户，这是我们在做的，那以 AI 为主打，我们就发现建制大脑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就是说以往我们在讲数位典藏啦，大家数位典藏是什么？就是把它放到资料库，把它放到图书馆，烧成光碟片，现在可能没有光碟片了，放在那个储存里面，好封存，就这样。以往我们叫数位典藏，现在你已经走到智慧典藏了，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人类的知识现在开始被塞在 GPT 这个大脑里面 ，GPT 就是一个大脑，我们刚刚花博士讲的，它其实就是一颗大脑。我们把智慧喂给他，所以这个技术出来之后，我们公司其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海啸来了，有时候躺平是
好的策略哈。因为它出现之后，我们就发现哇，我们 GPU 的那个算力不够了哦，用云端实在太贵了，实在太贵。好，所以呢，我就跟技术长讨论了半天，说好，我们就开始建立一个 GPU farm， 这样哦，就是买了很多显示卡自己搭建起来，因为我们发现固定成本已经超过这个云端的变动成本，所以有一部分我们要把它放到地端哦，不然会太贵。好像花博士刚刚有讲，你训练一个 GPT-3，如果是用之前的方法训练，当然现在成本降很多了，但你如果用原本的方法训练，几百万美金跑不掉。好，所以但这件事情成本一直在降低。好。我们昨天机柜运来了，然后结果就看到新闻，就说电价要涨11%，哦，那这就觉得很闷，因为 GPU 非常耗电，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反应是，我就跟技术长说，我们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分过度反应？对，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企业的决策上，或者你职涯规划的决策上，这一波过去，其实事情会持续改变，而且还会加速。短期躺平不是坏事啦。不一定是坏事，短期是短期，不要长期躺平哦。长期躺平可能就真的起不来了哦。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开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概过去几个月我观察到一个状况，我觉得全世界的专家 AI 专家都没有预料到速度会这么快，真的实在太快了哈。所以我觉得起点基本上已经到来了哈。再去讨论机器有没有智慧，其实我觉得那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机器已经在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它已经超过人类能够理解和跟上的速度了，哦，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的，哦，所以我今天就以企业的角度，然后产业的角度，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软性的，哦，技术面我讲刚刚花博士其实分享了很多，精华都在当中了，我们这边就从产业的一些角度切入，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说，好，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心法，接下来会比较容易适应这个世界哈。刚谢谢蔡执行长开场。那我想我不是 Google 代表哈，我不是 Google 代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我跟花博士打起来。我不是哦，我们是跟大家都是合作的关系都很好哈。那只是因为我的学术生涯跟职业生涯就是在 Stanford 跟 Google， 所以早期就在做 machine learning 这样。哦，那个时候2000才不过是18年前的事情哦。不过刚才听到这个司仪是19岁哈，我就想哇，不到我的一半。好，不要再讲下去了，这个很可怕。好，所以18年前在 Stanford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做 AI 的研究，真的是很土炮，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 Big Data， 没有所谓 Cloud， 也没有智慧型手机哦。2005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无人车。那无人车的时候，没有手机去录影怎么办？拿 V8。我相信那个年轻人应该不知道什么是 V8了，就是你可能看一些日本漫画，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偏向变态的人物，他可能会拿着 V8那边走来走去。哦，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拿着 V8架在车子上，然后去拍那个车子行进。哦，所以一路做这样子的研究，但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资料传输是 USB 1.0啊，你拍2G 的资料，你一传一天就没了。哦，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做资料传输和清理比较多，但那时候也没有深度学习。那类神经网络那个时候是被冷冻。哦，因为没有云端的算力，类神经网络是发挥不了作用，然后又没有资料就不行了。所以但那个时候我的其中一位指导教授吴恩达，他其实有预测到2006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觉得应该类神经网络会卷土重来，结果被他猜中，真的被他猜中。哦，这我们也是回头看才知道。不过猜中的是我想类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发明人 Jeffrey Hinton， 他现在在 Google， 是由他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哦，所以那2010年之后一路起飞，到现在量变产生质变，所以其实 AI 就是一个量变产生，至少这10年来，它其实是量变产生质变的一个技术，它已经发展70年了，所以基本的架构跟70年前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因为云端，因为智慧型手机大量收集资料，又有办法去训练这么大型的模型，所以它产生出了质变。那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些模型真的跟人类学习的方式非常像。你看得越多，读得越多，就越精准，然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推理能力，还有好像是情绪的能力，这样。所以你说人跟机器的分别到底有多少？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啦，但一方面似乎机器在模拟的过程之中，它其实越来越像人类的学习方式，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这张图刚刚花博士其实也有秀过，就 ChatGPT 真的是在2个月内就达到1亿人使用，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世界真的在加速当中。每一个在现在还很红的服务，你会发现，他们在以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达到1亿人哦。比如说Google 翻译在2006年就出现了，它花了78个月才达到1亿人的使用哦。然后结果现在被 GPT 弯道超车哦，然后
大家去比较一下他们两个翻译品质，你就会发现，GPT 翻的其实更通顺，然后更像人这样子。所以其实整个世界是在加速，就连 IG、抖音这种都还比不上 ChatGPT 普及的速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世界只会加速啦，世界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而且我现在真的不敢做任何预测，因为你今天预测大概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它隔天就是立刻发生给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恐怖。举一个例子，今天早上微软其实发布了一个新的技术，叫 Semantic Kernel。那它做什么？它其实因为 Copilot 在前天发布嘛，隔天微软就发布 Semantic Kernel， 它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的 Copilot， 这样。所以已经不只是赋能而已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小脑大脑，就是口袋就放了一堆小脑大脑，听起来有点恶心啦，但是不是杀人犯，但就是其实现在智慧变成一个很便宜的资源，智慧本身是一个很便宜的资源，那这个就对人类社会有全面性的影响，不只是产业，因为各式各样道德啦、哲学，或者是一些产业应用，或者一些所有的社会问题，从现在开始会产生出来，所以一方面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黄金时代，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你很会用这些工具，你的生产力变10倍，但你如果是一个初阶的创作者，你很容易被取代掉。所以每次的技术革新，它就加深了两极化，永远都是这样，工业革命就是这样，技术一更新，两极化加深。我觉得 AI 也是一样，所以每一次都是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那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在资本主义下一个魔咒了，因为你要求进步，不平等就会加深。所以处理不平等，我觉得接下来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待会我们也可以也许在论坛上继续讨论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时间轴啦，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礼拜真的很精彩。其实不只是 OpenAI， 不只是 Microsoft， 不只是 Google， 其实你会发现 Facebook、Stanford 或者是很多的研究室，他们都在发表自己最新的成果。包括 Stanford 他说，我现在用$600 ，$600不是600万。我可以训练出一个跟 GPT-3 能力差不多的 model，$600大家可以去看，它叫 Alpaca，中文叫草泥马，不是，我不是骂脏话，是它是真的是草泥马，大家可以去看，他们把这个 model 取名叫草泥马，这样子，不知道什么意思啦。那个所以其实就是AI 其实现在也搭上了摩尔定律，而且更快。以往我们讲摩尔定律是2年。半导体成本降低1半，算力增加1倍，但现在 AI 看起来更快。刚才花博士有秀一张图，它的模型大小是指数型成长，10倍、10倍、10倍，1个月10倍，2个月10倍这样上去。所以这个是现在 AI 进步的速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其实先躺平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 AI 发展可能很快就会碰到物理的限制，可能很快。因为算力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缩小大脑，而是把这个大脑的这个参数越扩越大的话，接下来算力是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你要投资股票 ，NVIDIA 绝对没问题，好不好？因为所有人都要找他们进货，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为投资建议负责我自己没有买OK， 好，我觉得这些进展其实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尤其对组织来说。这个启发其实是很深远的，就是说 Jack Welch 他已经过世的一位管理大师，他其实很有远见的讲过一句话，他说，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外面的速度比你公司内部的速度还要快，你的公司大概就快完蛋了，因为你的公司跟不上变革的速度。好，AI 的进步其实就连一些最基本的信仰其实也被动摇，就是说为什么公司要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生产出产品和服务是比较有效率的，而且是比较有成本，而且低成本，品质可能比较高的。好，如果现在一个人他可以透过组合 AI 的工具，他成为一个个体户、个体创业家，发挥超级生产力，他为什么还要去组建一个团队？所以组织和公司存在的意义，其实在这样科技再继续进步下去的话，是会被挑战的。公司真的有必要存在吗？这个问题其实 MIT 的学家就是写第2次机器时代的这一位学者 Eric， 他有讲过，他说至少他5年前有讲，他说至少到现在啦，至少到5年前为止，公司还是需要存在，因为还是相对有效率，因为他们可以处理供应链，他们可以透过团队合作达到
原本一个人达不到的成果。可是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被重新再拿出来研究。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类社会基本上就是我们谈的这么多面向，它其实是在被解构的。很多东西你必须重新去看，重新去思考。无论是我们形而上学，身为人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是这些我们对于公司基本假设、商业如何运作的基本假设，全部都会被挑战。这样，所以工作者其实现在就很焦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人工作者的黄金时代，只要你会用工具。最头痛的其实是组织是最头痛的，就是说，在这么快外面这么快的情况之下，组织的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存在的这个安全性是受到质疑的。所以我其实就提出了几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AI 已经人人可用了。我觉得虽然 AI 技术每天都哇好厉害、高大上，每天在进步，可是事实是这些东西大家捡起来就可以用了。就跟 ChatGPT 一样，所以你不用是一个 AI 专家，你就可以用 AI。那重点是你要去认识它可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日常应用中你怎么利用到它，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你往这边靠近，至少从 top down 的这种角度来了解这个技术应该怎么用。我觉得这是个人现在最好面对科技进步的一个方式。先认识它，但是不要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个人生产力的一个黄金时代。那对组织其实就很不容易。组织现在就是说，因为 AI 它并不是，其实我并不把 AI 当成一个产业，AI 它其实是一个价值服务，它其实是应用在各个产业里面。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AI 是不是无中生有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答案是没有，它是放大你原本的商业模式。所以重点是，如果你是一个零售的品牌，它会协助你更了解你的顾客还有消费者，而不是说你去想说，那无人车跟我零售有什么关系？答案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AI 其实重点是创造价值服务。所以我们提出其实是一个 Plus AI 的一个概念，因为这其实对于每个产业也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你的经营效率其实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只要你用对工具的话。那当然很多人会怕说被淘汰。其实我觉得这一波淘汰潮，其实我一直不是以取代的方式来看，而是说，就像刚刚宝博士、花博士讲的，其实现在人解放出来之后，他可以去做更多重要的事情。这个其实就跟每次工业革命、技术改变一样，就是你拥抱新技术的，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的曲线，取得别人没有的生产力。那 AI 完全是数据驱动，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只要手上你数据收集得好、保存得好的，你就可以开始训练自己的企业大脑。这也是我们在帮很多的企业做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待会我会提到，艾卡拉运作其实在大概3年到4年前，我们就决定反转成以大脑为中心来运作。不是个人的大脑，而是一个企业的大脑。待会我们会稍微看到一下。所以这边总结来说，就是 AI 其实已经是一个基础设施，它就跟你以后的水电一样。刚刚宝博士有提到 AI 原住民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水电网络、无线网络这些东西一出生就有，然后我们是跟着它长大。对于我们下一代来说，他们一出生身边围绕着 AI， 还有实体的机器人。实体机器人其实是今年会爆发的一个领域，我想各位接下来可以拭目以待。那这些 AI 原住民，其实他们体验到的就是他们解决问题本来就是尽量要自动化的，所以他们会习惯这些东西，就像我们习惯水电一样。我们不会在打电话之前要去先去研究电路怎么用嘛？不会吧？充手电充我们的手机之前，不会去研究插头是什么结构。这些东西变基础设施之后 ，AI 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它是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价值服务。所以其实艾卡拉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想这边我就稍微往前跳一下。这是艾卡拉的现况，就是说我们其实很早就在布建这些语言模型，所以200个人，其实我们有超过50个资料科学家，还有机器学习的专家。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协助很多产业在应用 AI， 所以每个 AI 应用在每个不同场域，它的状况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产业其实是最大的受惠者，绝对是最大的受惠者，因为应用正确，超级生产力是有机会产生的。那其实我们现在灌输给整个企业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没有数据就没有办法分析，没有办法分析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应用，那你的这个分析的大脑就会维持不动，那到最后就会痴呆掉这样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直在比喻，就是说现在在建立这些大脑，还有建立这些中央厨房的时候，它的概念其实就是数据分析然后应用。
所以在应用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产品，我想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哦。因为刚才宝博士讲到网红，其实我们有一个产品是专门解决大家找网红的问题。以往大家不知道网红在哪，我们透过关键字让大家找。接下来我们透过自然语言让大家找。简单来说，大家可以去搜寻网红雷达，你看到首页就有一个展示，就是你可以去之后你可以直接用问的，就是在台湾最适合讨论穿搭又受人喜爱的网红是谁？我们会给你一系列的答案。所以以后的搜寻其实不再是用关键字了。所以其实 GPT 改变了搜寻。所以我们现在也采用这样的技术，4月预计就会上线。我想那个就是看起来像魔法一样，就是我可以找马来西亚最适合代言牛肉面的人是谁。这些我们可以帮你找到，就是你只要说这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 AI 可以办到的一些事情。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大概艾卡拉把 AI 当成一个基础设施怎么做？就是我们其实很像一家模型管理公司啦。我们现在管理60几个模型在中央厨房里面随时出菜。有些模型它负责情绪侦测，有些负责贴标，有些负责消费者的分群。那就体现在我们内部客户还有外部客户。外部客户就可以去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大脑的某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开始用我们的产品还有这些 AI 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把 AI 规模化的一个方式，因为下游的应用会随时改变，但是大脑的功能不太会改变。就是听说读写认知。所以我们就把一个一个模型，其实大脑一个一个功能把它模组化，随时更新，随时喂新的资料，然后有的时候要淘汰。所以我们其实是一家模型管理公司。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组织。我们觉得这是一定是未来每一个组织运行的一个方式，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企业大脑。所以最后其实AI 其实的应用非常多，这边一些关键字，我想刚才2位博士也都有提到。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的生产力提高的时候，你的营运成本竟然要降低，或者你的营收目标其实是可以增加很多的。所以我们就把 AI 用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好，那这是我的最后一张投影片。我觉得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从产业提供的一些观点 AI 的进步。谢谢。